王一博为什么很少解释自己？最近几年，关于王一博的话题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有人喜欢他，有人质疑他，有人支持他，也有人不理解他。但在无数次讨论之中，很多网友发现了一个共同现象，那就是无论外界出现什么声音，无论网络上发生什么争议，王一博似乎总是很少站出来解释自己。别人被误解的时候，会发长文回应，会接受采访解释，会在社交平台表达想法，而王一博更多时候却选择沉默，甚至有时候面对持续不断的讨论，他依然没有给出任何公开回应。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好奇，为什么王一博总是不解释自己？是不在意吗？是不知道吗？还是另有原因？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。事实上，如果仔细观察这些年的王一博，你会发现这种状态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。从出道至今，他的性格似乎一直如此。他不是一个喜欢频繁表达的人，也不是一个习惯把所有想法都展示出来的人。很多时候，当别人期待他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他却选择继续工作。当别人等待回应的时候，他已经投入下一份工作之中。久而久之，这种风格逐渐成为了王一博身上最鲜明的标签之一。然而，也正是这种沉默，让很多人无法理解，因为在互联网时代，解释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。发生争议要解释，出现误会要解释，被人质疑也要解释，仿佛只有不断回应才能证明自己的立场。可是王一博却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，而这也引出了今天最大的疑问：为什么在这个人人都急于表达的时代，王一博却总是很少解释自己？很多人认为，答案或许藏在他的性格里。熟悉王一博的人都知道，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。相比表达，他似乎更喜欢行动；相比解释，他似乎更相信结果。这种性格在他过去的经历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。无论是练习舞蹈、学习赛车，还是拍摄影视作品，他都习惯把时间花在准备和执行上，而不是花在展示和说明上。或许在他的认知里，有些事情说的再多，也不如做好一次来的直接。于是大家慢慢发现，当外界讨论不断的时候，王一博往往没有选择进入讨论，而是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这种做法，有人欣赏，也有人不理解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已经成为了他的处事方式。然而，如果只是因为性格，显然还不足以解释这一切。因为娱乐圈毕竟是一个特殊的行业，有时候沉默本身也需要承担风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明知道解释可以减少误解，为什么王一博依然很少这样做？或许答案来自于第二个原因，那就是成长。很多人发现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王一博似乎越来越明白一件事，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通过解释解决。有些人愿意相信你，即使你什么都不说；有些人不愿意相信你，即使你解释再多，结果也不会改变。而在信息传播极快的今天，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反复解读，任何一个回应都可能产生新的争议。于是有时候，解释并不会让事情结束，反而会让讨论继续扩大。经历的越多，就越容易明白这一点。因此，很多人开始觉得，王一博之所以越来越少解释，并不是因为逃避，而是因为看清了一些事情。他知道什么值得回应，也知道什么无需回应。这种变化其实是一种成长，也是一种选择。但故事到这里，真正有意思的部分才刚刚开始。因为当大家都以为沉默意味着被动的时候，王一博却用另一种方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而这种答案或许比任何解释都更加有力量。很多人后来发现，王一博虽然很少解释自己，却从来没有停止证明自己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，
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这恰恰是他这些年最明显的特点之一。别人用语言回应质疑，他更习惯用作品回应质疑；别人用解释争取理解，他更习惯用结果证明自己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王一博并不是没有回应，只是他的回应方式和很多人不一样。当有人质疑他的演技时，他没有长篇大论地解释自己有多努力，而是不断进入新的角色，不断挑战新的题材。当有人质疑他的能力时，他也没有急着证明什么，而是把时间投入训练和工作之中。慢慢的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，原来有一种回应叫做用行动说话，而这或许才是王一博真正想表达的东西。这也成为了今天的第3个高潮。很多人一直以为解释是一种力量，后来才发现沉默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，因为解释解决的是当下，而作品影响的是未来。一条回应可以存在几天，一部作品却可能被讨论很多年。所以当大家回头去看这些年的王一博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关于他的争议一直存在，但关于他的作品同样一直存在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后者往往会比前者停留得更久。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他的选择，因为有些答案不一定非要通过语言表达，有时候时间本身就会给出答案。说到这里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整个故事最重要的部分。很多人都在问王一博为什么很少解释自己，但或许真正的问题应该是，为什么大家总希望他解释自己？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点之一，就是所有人都希望立刻得到答案。发生一件事情，希望马上回应；出现一个问题，希望立刻解释。可是现实生活并不是这样，很多事情并没有标准答案，很多误解也无法在一夜之间消失，而一个人真正的价值，往往需要时间去证明。或许王一博早就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把更多精力放在长期的事情上，而不是短期的争论里。因为争论会过去，热搜会过去，流量会过去，但作品和能力不会。这或许就是他这些年始终坚持的逻辑，也是整个故事的顶点所在。当越来越多人试图通过解释获得认同的时候，王一博却选择通过成长获得认同。当越来越多人急于证明自己的时候，王一博却选择让时间证明自己。这样的选择未必适合所有人，但至少它构成了今天大家所看到的王一博。那么这种选择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是一种成熟。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急于解释，害怕被误解，害怕被否定，害怕别人不理解自己，于是总想着说清楚，证明自己，获得认可。可是随着经历越来越多，很多人才会逐渐发现，并不是所有误解都值得解释，也不是所有声音都需要回应。真正重要的人会通过时间了解你，而不重要的人，即使解释再多也不会改变看法。因此，学会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，反而成为一种成长。而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，似乎也在说明这一点。他不再执着于让所有人满意，也不再试图让所有人理解自己，而是把更多时间投入自己热爱的事情，演戏、赛车、纪录片、作品，以及不断提升自己。这种选择看似安静，实际上却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沉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尤其是在一个充满声音的世界里，坚持自己的节奏比跟随别人的期待更难。所以当我们回头再看最开始那个问题，王一博为什么很少解释自己，答案或许已经慢慢浮现出来了。也许不是因为他不在乎，也不是因为他没有想法，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有些事情与其解释，不如做好；与其回应，不如成长；与其说服别人，不如提升自己。
而这些年，他似乎一直都在这样做。当然，每个人对于这种处事方式都会有不同的理解。有人觉得沉默是一种智慧，有人觉得适当解释也很重要，也有人认为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选择。那么如果是你，面对误解的时候，你会选择解释自己，还是选择用行动证明自己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聊聊。下期视频见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来活力。再见。